和明星女友谈了4年，约好毕业就领证，谁料毕业晚会上，他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说我不仅吃软饭，而且还是个好吃懒做普信男。面对指责，我只是笑着翘着2郎腿分手，还想让我背锅。臭妹妹，你当这还是上一世呢？前世我带着兄弟上去跟人家理论，结果2人反被抓起来蹲了2天。等我2人出来之后，漫天遍野都是关于崔七七遇人不淑的新闻。如今我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傻小子了，当年事情的很多情节我也想通了。简单点来说，崔七七这么做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给自己树立一个人设，这一点他也做得很成功。上一世没过几年的时间，他就成为1线明星，片约不断，而我的名声却是烂了大街，失去电视台的工作，只能换个行业当起了一名销售。如今既然有机会重新开始，我还能让你如愿。此刻我和好基友段坤2人坐在员工通道上，看着那白色身影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，我心脏还是不由自主地抽搐一下。曾经为了他，我学会了喝酒，学会了烂醉，最终也学会了接受现实，对方是大明星，而自己只不过是个名声烂透了的小杂鱼而已。但是现在他还没火，自己也还没臭，那我还能让你欺负了？不成想到这里我笑了。舞台上崔七七的歌也唱完了，他对着台下的观众鞠躬，却是久久不起。台下的观众都是华夏传媒大学的学生，见状不由议论纷。正当学生们猜测的时候，崔七七抬起了头，眼中已满是泪水。各位学弟学妹们，今天不仅仅是我跟母校告别的日子，也是我跟我以往感情告别的日子。4年我养了他4年，我已经受够了他的打骂，受够了他的索取。我的第1份片酬给了他，我的第1份工资也给了他，我给他买东西，供他衣食住行，我全心全意的爱着他，却依然不能阻止他出轨。楚云，我累了，我们分手吧。员工通道内的我还在笑，一旁的好兄弟段坤却是傻了。他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台上的崔七七，脸色涨红起来，张嘴就想要骂街。段坤真想问问舞台上的崔七七，你特么是不是说反了？你第1次面试的裙子是谁给你买的？你去拍戏机票是谁给你拿的？你特么知不知道为了这些东西楚云打了几份工？你知不知道那个男人吃1个星期的馒头咸菜，就为了省钱让你坐飞机，不用坐火车？遭罪。段坤的双目血红，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容易被激怒，但此刻的他却被我死死拦阻。大鹏别急，马上就到我出场了，准备看好戏吧，我不会让他得逞的。听到我这么说，段坤才缓缓停止挣扎。可爱这个可爱，他凭什么这么对你？我笑着揉揉手道，正常所谓舔狗不得好死，说的就是我这种人。段坤没听懂我这句话，只是追问到你打算怎么解决？我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你等着看就好了。而舞台上的崔七七其实一直也在偷看我们俩，见我并没有冲上来，脸上不由有些失望。台下却炸妙了无数热血青年，已经开始带节奏骂街了，我却一副看好戏的样子，仿佛那些人骂的不是我一样，正兴致勃勃地看着下方学弟骂街呢。一双大手忽然抓住了我的肩膀，我回头一看，就见黄仁面色铁青地问道：怎么回事？我却是笑道：老师你信吗？黄仁直接摇头道：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是问你怎么闹到了这一步。我笑了笑，人家攀上高枝了。黄仁看了看台下那群情激愤的学生，犹豫一番后道：节目取消吧，你现在上去太危险了。我却是果断摇头，我必须上，不然这件事情就坐实了。可就算你上去解释，又有多少人听呢？人家是明星，你是素人，你觉得你的话别人能信吗？我只是笑道：放心吧，老师。舞台上的崔七七已经下台了，舞台下方的学子却依旧在叫嚷着：特么的，让学姐养着还劈腿，渣男扑街了！楚云，别让我看见你，不然我打断你第3条腿！就在这群情激愤的骂声中，主持人走上了舞台，他看了看手卡道：接下来登台的选手是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楚云。听到楚云2个字，台下不少学生都是一愣，卧槽，我们刚才骂楚云，现在就上来一个楚云，会不会是重名呢？还是真的这妖巧？黄仁面色阴沉如水，看向崔七七离开的地方，久久无语。段坤则是一挥拳道：云子，你大胆的上，谁他妈要是敢跟你乌轩轩的，我就锤死他个狗日的！我笑着拍了拍这名北方大汉的肩膀，道：别这么冲动，步入社会后容易吃亏的。我说完，轻轻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领口，迈步就走上了舞台。到了舞台上后，我看向台下的学生们，轻声道：大家好，我是楚云，就是之前崔七七口中的那个人。我这话一出口，台下观众们瞬间爆炸：你特么有脸出来，滚下去，别脏了老子的眼睛！台下都是喝倒彩的声音，我却仿佛什么都没听见一样，我只是痴痴地看着刚才崔七七下去的方向，随后自嘲地笑了一下，对着台下的道具师招招手。道具师一路小跑，拿着一把吉他和一把椅子走了上来。我坐在椅子上调试了一下吉他，台下的咒骂声还在继续，我却仿佛什么也没听见一样，一直到我调整好了吉他后，这才凑到麦克风前轻声道：这是我为崔七七写的一首歌。之前我算了不重要了，再次露出了一个自嘲的表情。这下骂街的人更少了，看着我那副苦笑加自嘲的模样，台下不少学生开始怀疑，这个大男孩真像崔七七说的那样吗？我没去理会那些，而是轻轻弹奏起了吉他，缓缓靠近麦克风道：还没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，我们一起颤抖，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。光是听了2句，台下学生们就全都安静下来，大家都能听得出来，这是一首情歌，但这首情歌现在听，为什么会有一股淡淡的苦涩？我低着头，仿佛是在看琴弦歌声，却飘荡在整个校园。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，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，相聚离开都有时候，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。
可是唱出来，不少学生都听傻了。音乐无国界，情感动人心。比如此刻，我把所有的情感都融入到了这首歌内，让现场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这一刻，更多的人开始怀疑，事情真像崔七七说的那样吗？这人也不像是那种渣男了。另外一处的员工通道内，崔七七站在幕后，长发经纪人死的他，现在已经意识到事情要有变化。这个穷小子居然没冲上来，也没一张口就辩解，这样自己怎么把崔七七放在弱者的地位上？运营之前那些歌词，我的声音一直很稳，但唱到学会珍惜的时候，我明显出现了一个失误，鼻腔浓重了很多，甚至出现了短暂的停止。这时候的我才抬起头，就见我的眼眶已然是红成了一片。长发经纪人见状，死地捏住了一旁的幕布，他算是看懂了，这个小子绝对不是一般人，这是要把自己摆到一个弱势群体的地位啊！两人都说自己是弱势群体，那肯定有人好奇真假，到时候一调查自己那些作假的，根本是经不起深究。本来他打算的是一脚踢开他，然后给崔七七立一个人设，但现在这么一弄人设什么的就不说了，这分明是帮那个小子炒绯闻了呀！当看见我眼眶发红、声音发颤的时候，台下的学生们起码有一大半都产生了怀疑，特别是那些女生们就更是如此。第二遍副歌的时候，我失误的更多了，几乎是一直用颤音唱完了整首歌，仿佛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这样下去，第三遍肯定唱崩。但这时候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，台下的学生中居然有不少人跟着一起合唱起来。我满脸感动的看着观众，跟他们一起唱完了整首。等歌唱完后，我抱着吉他，深深的对着台下的观众鞠躬。此刻的学生们已经全部安静了下来，没人说话，他们就那么安静的看着。这时候的他们已经分不清到底谁说的才是真的。崔七七学姐是大明星，签约了华人娱乐未来成就部满楚云学长，这一首歌足以证明她的心意。我鞠躬后抬起头，再次凑近麦克风道之前，总有人问我一辈子到底有多久？到今天我终于知道了，一辈子是891天。不仅学生们疑惑，就连台下的老师们都有些没听懂。我却看向之前崔七七下台的方向，脸上挂着一抹失落的苦笑道：“他说过会爱我一辈子的。”学生们这才听懂，当初他说会爱楚云一辈子，最终却只爱了他891天，原来这就是一辈子的长度。学长坚强啊，你还有我，你还有我们呢。台下忽然响起一名女生的声音，我那个落寞的笑容深深刺痛了他们。台下更多的学生喊了起来。长发经纪人的脸色那叫一个难看，他明白自己的计划失败了，而且很有可能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。我对着台下的学生挥挥手，再次看向那通道，眼神充满期待。我就这样站在舞台上，1分钟没人催我，大家都知道我在等什么。我在等崔七七出来解释，但最终他的身影也没有出现，我眼中的光芒也渐渐消散，脸上挂着一抹失落道：“人家动了嘴，我就动了心，崔小姐，我祝您前程似锦。”我眼眶通红，却强撑着一副笑容，做了一个绅士，随后转身走下舞台。然而刚下舞台，我就被黄仁老师拦住了去路。明星女友为了立人设，不惜践踏与我4年的感情，在毕业晚会上哭着说我是他的，用他的，甚至骂我给他戴绿帽。然而我在台下却笑得很开心，很疯。前世的我为了他，我学会了喝酒，学会了烂醉，最终也学会了接受现实。如今一切重来，突然就放下了所有执念，我还有万里路要行。上台唱了一首《爱你不问归期》，并久久地看着他的方向。一时间，全校师生议论纷纷，都在说崔七七和他经纪人。而我刚下舞台，进入员工通道，就被段坤一把抱住。这个小子，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很难受，咱哥俩晚上出去好好喝点，不醉不归。我却笑着推开他道：“难受个屁！该难受的是他们。”此刻的我声音轻快，哪里还有刚才那一副痴情专一、被伤害了的样子？你怎么这么能演呢？我面露不屑道：“刚成人形的小狐狸精，跟我拼到好。不过咱俩晚上是应该喝点庆祝。”化妆间内，崔七七都急哭了：“宋哥，咱们现在怎么办呢？外面那些人都在骂我呀！”长发经纪人表情有些狰狞道：“别急，那小子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，但是没关系，谁掌握话语权，谁才说了算。明天你被渣男抛弃的事情就会登上各个网站，到时候就算他再辩解也没用。”很快来到第2天早上，段坤带着早餐来敲响了房门，一开门就看见了顶着黑眼圈、一脸憔悴的段坤，放下早餐叹息一声：“哎，我就知道你之前都是在死撑你俩那么久的感情，你怎么可能真的不在乎？”我也没理会他的话，抓起包子就吃了起来，边吃边道：“一会帮哥们个忙，帮我拍个小视频。”就这祖宗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拍小视频？人家崔七七现在肯定稿子都写好了，就等着黑你了，你不找个什么机会解释一下吗？我却笑道：“急什么，先让子弹飞一会。”我们吃完早餐后，段坤手中拿着我给他的一张白纸，等着段坤全看完之后，直接无语了。之前还以为你不打算反抗啊，没想到你小子这么绿茶呀！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只不过是我和崔七七之间正常的演技交流啊，你也是表演系的，怎么样能演出来不？段坤拍了拍自己的胸膛：“那你就放心吧，这对我来说都不叫事，倒是你能演的逼真不？”我嘿嘿笑道：“你就放心吧，白莲花什么的我最擅长了。”那张白纸上面的内容也简单，就是营造一个被冤枉的痴情种，就算对方冤枉我，我也不想曝光对方的黑料，更不想去伤害对方。简简单单2个词语概括：备胎舔狗。这就是我打算给自己前期立的一个人设。经过昨天晚上晚会的经历，我发现这种人设现在还是比较吃香的。这一番操作，其实我上辈子已经脑补数次来吧。开始，段坤调整了一下手机角度，模拟成偷拍的样子，按下了录制键。楚云，你知道现在网上都怎么说你吗？人家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，被嘴是长在人家身上的，咱们也管不住啊。你就任由他那么抹黑，就那种水性杨花的女人都这么冤枉你了，你还护着她，你是疯了吗？她不是水性杨花楚云。
你自己是什么家庭？你知道他现在正在毁掉你明白吗？要是再让他这么诬陷下去，电视台还会要你吗？到时候你没了工作，你要灰溜溜的回老家吗？你让你父母怎么看你？你可是他们的骄傲。画面中，我无力的坐在床上，镜头也开始往我脸上眼睛看，有些发红，脸上充满了不安和茫然。大坤，我该怎么办啊？就这样维持了大概5-6秒之后，我直接站了起来，一边甩手一边向着卫生间走去。我去这洋葱头是真辣呀，催泪神器啊！我得洗洗眼睛去。段坤则看着刚才录制的视频，嘿嘿笑道：“你这一招透露真是妙啊，这一定能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吧？”就发抖手。我点头闻了一声道：“一会我给你转1000块钱，直接买1000块钱的热门。不过现在不要发先等着对方诬陷的新闻出来再说。”就跟上一世一样，到了第2天中午，崔七七就召开了一场记者发布会。在发布会上，她是梨花带雨哭的，那叫一个肝肠寸断。在她的阐述中，我就是一个米虫的废物。更恶心人的是，还非常花心，更是有家暴的习惯，经常动手打她。她的经纪人宋吉吉在一旁听得暴怒不长着，要彻底封杀我，让这种败类滚出圈里。一切都跟上一世一样，不同的是，这一世的我没有进监狱，而且我也没有那么幼稚，没有那么上头，更没有觉得这女人是自己这辈子唯一真爱的想法。所以七七刚刚拍摄了大火的电视剧，现在的热度正高，这件事情很快就席卷了小半个娱乐圈。短短的1下午时间，我就火了。不过我火的比较另类，网络上无数网红开始蹭热度，甚至很多毕了业的学长在微博上艾特我一副过来人的口吻，让我道歉，还说什么打女人的男人最不是男人。女人这些事情把段坤气得七窍生烟，我好说歹说才阻止了他开喷的动作。楚云，咱们得反击了，那段视频的发出来了，现在全都是骂你的，也就咱们学校的一些学妹们还帮你说2句话。我嘿嘿笑道：“行发，我这朵白莲花也该亮相了。”我亲手编辑了一条文案后，艾特了一下崔七七和我的账号，最后选择了一个话题，正是崔七七遇人不淑的超滑。全部艾特完成之后，段坤点击了发布，随后直接买了1000块钱的抖手流量，几乎一眨眼就好几百的往上涨。手机的新消息提示音更是就没停下来，1-2分钟的时间，评论人数就已经超过100人，点赞人数超过5000。点开评论区一看，大部分都是吃瓜群众，最靠前的2条评论是卧槽，这哥们怎么看也不像崔七七说的那样。第2条评论则是这孙子是谁呀？就他也能泡到崔七七？但点赞最高的评论还是一条吃瓜评论前排，做好安静吃瓜，掐头去尾，不予评论。没过多久，段坤这小子一拍大腿道：“粉丝突破5万了，你等我，我去楼下买点舒适哈皮回来，咱哥俩庆祝庆祝。”说完起身就出了门。我则坐在沙发上揉了揉太阳穴上一世的时候，现在的这些设想其实就出现在我脑海里无数次。如果当初我没冲动，没在毕业晚会上暴走的话，那么未来会是怎样一幅场景？而现在老天既然给了我一个重新来过的机会，我又怎么会不珍惜？就在我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时，门外传来敲门声。打开门就见段坤抱着一箱子哈皮和熟食，一边向屋内走，一边道：“这熟食卤的时间长了点，有点过火了，不过也能将就吃，咱哥俩今晚可得不醉不归啊！”我眼睛一亮，过火，他喵的这首歌不就是自己现在最好的处境描写吗？下一刻，我看了看墙上挂的木吉他，说来可笑，这吉他还是崔七七送给我的生日礼物。呆立了一会，一旁的段坤早就把熟食都摆好，见我还在摆弄吉他，遍地的刮哈皮，给我别想那么多，一步一步来，先走一个。我接过哈皮，喝了一大半罐，说道：“我写了一首歌，一会听听，那感情好啊，我最乐意听歌了。来尝一尝，这个猪耳朵味道一绝啊！”我的酒量一般，喝点酒就脸红。段坤的话来说，有的人喝酒走肾，有的人喝酒走肝，我就厉害了，喝酒走脸。喝到兴头上，段坤笑道：“不说要唱歌吗？来一段。”我脸色有些醉意，抱着吉他道：“你给我拍的帅气一点，悲凉一点。”段坤比划一个 OK 的手势道：“你别看我是表演专业的，但摄像方面我其实也有一套。”我抱好吉他，轻轻拨动了2下琴弦，调整了一下情绪后，直接开场。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，爱情它是个难题。我的声音有些颤抖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故意装出来的，却也有那么一丝情感，是真的。有些事情真的不是用时间就能抹去的。我开始给自己做心理暗示，在酒精的帮助下，情绪上来得很快。你不曾真的离去，你始终在我。第2段副歌一响起，段坤再次陷入了迷茫，他不知道我是真的在演戏，还是借着演戏的借口来倾诉自己的真实情感。当最后一个音唱完后，我呆呆地坐在凳子上，抱着一把杂牌吉他，就那么看着窗外的景色，安静了10几秒后，我这才起身打了一个哈欠道：“怎么样，录制完没？”录完了。段坤一时间还有点接受不了我的改变，上一秒还仿佛难过的要死女朋友劈腿了，这怎么下一秒就没心没肺了呢？我笑着接过段坤的手机道：“那就剪出来，这次用我账号法，我也是时候吸引一波粉丝了，说不定哥们也能成个大网红呢。”有了上午的修剪视频的经验，这一次修剪的就更快了。我把修剪好的视频发到自己的手机上后，直接按下了上传键，又充了1000块钱进去。现在不是吝啬钱的时候，只要这波机会抓住了，未来我能挣回来无数一个1000块，然就没有白花的钱。我这面刚刚充完钱，手机的提示音就接连响起，走过火，直接引爆全网。然而依旧有不少小黑粉，死渣男，就你也配合我家琪琪在一起，不要脸，在这里唱歌装可怜，都暴露自己的本来面目，还要在这里演戏，你到底是绿茶婊还是不要脸的？我看了这些评论却没有生气，想起了上一世郭老师说的话：一个艺人不可能谁都喜欢他，就仿佛是木炭一样，有红就必须要有黑黑气气。上一世你毁掉了我的人生，这一次该轮到我了吧？
这次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才叫真正的绿茶，学着点吧，臭妹妹的。2天一早，段坤和我吃完早餐就先去健身了，我则回家继续构思下一步计划。然而门外却传来了一阵敲门声。当我开门后，只见一个身穿西装的青年。您好，我叫宋大伟，我是一名音乐经纪人。昨晚我听了您的那首《过火》，觉得你非常有音乐天赋，请问你有成为一名歌手的打算吗？我笑着摇摇头道，多谢您的好意，但我现在还是燕京卫视的一名实习生，这份岗位是我老师用了很大的人情才帮我争取来的，对我来说很重要。成为一名歌手和您在燕京京视台的工作并不冲突。见宋大伟不死心，我认真开口道，您如果想当我的经纪人，就要证明你的实力，你也不想让自己旗下的艺人背负这么一口黑锅吧？宋大伟缓缓点头，再次习惯性的推了推眼镜。楚先生实话实说，华人娱乐的确是一家很大的公司，我跟宋吉吉之间的胜负大概5-5开，但如果他身后的华人娱乐帮忙，我觉得我自己只有2成把握帮您洗白。我闻言笑了笑，将床头柜上的计划书递给了他。宋大伟好奇的接过了计划书，从头到尾完整的看了一遍后，猛然抬头推了推眼镜。如果加上您的计划书，我现在有信心和对方扳手腕。我笑着和他握了握手，那我们签合同吧。宋大伟激动地从自己文件包中拿出2份合同。楚先生，这就是我们的合同，您看一下。我也没客气，接过来认真地看上一世当过销售的我，深知合同中有多少文字陷阱，足足看了半个小时，有2个小漏洞，虽然问题不大，但还是有必要修改下。宋大伟看后也没有异议，当即拿着合同就往楼下跑，说要去找个打印社修改一下，让我等他回来签合同。望着宋大伟那有些毛头毛脚的样子，我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经纪人了，之所以这么轻而易举地答应他。自由是一方面，另外一方面则是刚刚我看了宋大伟在网上的声音，虽然这个人算不上多么成功，但一定很善良。他被挖走4次艺人，可他依旧不愿意修改违约金，这样的人求得往往不是利益，而是以心换心。前后没到20分钟的时间，宋大伟就跑了回来。楚先生，您看一下这份合同有没有问题？我又仔细看了一遍，检查没问题后，我就写下了签名。签完了合同的双方就已经是自己人了，有些话也方便说了。宋大伟率先开口道，我有一个朋友接了一个新综艺，叫谁知我强音，如果你有合适的歌曲，咱们可以去一日游啊。我好奇道，热度怎么样？什么形式的综艺？宋大伟摇头道，新综艺，不过都不是歌手，而是跨界唱歌的。我点点头，明白了跨界歌王辈。随即宋大伟有些不好意思的，不过名额都定的差不多了，咱们也就是一日游，这也正常，毕竟有很多大咖都比较在乎脸面，你给人家的名字差了，那人家就不来了。时间飞逝到了中午，和宋大伟出去吃了顿午饭回来，他提议我现在趁着热度高，可以录制个视频出来解释一波，并且说宋吉吉那个家伙他很了解，后面肯定会找大牌背书和明星站队，然后说我坏话。我一听觉得挺有道理的，当下我就把文案写了出来，觉得大致没问题，便直接开录。整体的意思就是虽七七人很好，虽然分开了，但我很感谢他给我的那段美好回忆，并表明那首歌没有含沙射影的意思，结尾一句他真的很好，也值得拥有更幸福的未来结束。视频刚发布没到2分钟，下方评论就炸了，不要脸的软饭男，请你原地去世，就特么你叫楚云了以后别让我遇见你，不然我见你一次配你一次。各位，我请大家认真思考一下，楚云真的是他口中的渣男？我想单单一首过火就能说明问题了吧？这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你们发现了崔七七口中说楚云是渣男软饭男，可是却一点证据都没有，完全是信口胡诌啊！我看的有些懵逼，本来已经做好了挨骂的准备，结果你们怎么自己就帮我洗白了？但没多久我就弄明白了发生什么。崔七七遇人不淑的话题，段鹏的视频已经被挤到了第3位，排名第1的没变，还是崔七七怒骂楚云是渣男的视频点赞量过1000万，顶替第2的是一名采访新闻点赞数量超过400万，他是抖手中的一名大网红，粉丝将近1000万。而这一次他来到了燕京传媒大学，通过采访黄仁老师和我的同学得知，我在黄老师的印象一直都是阳光男孩，但一个和我关系较好的同学竟把我一天打10份工的事情说了出去。记者这事有些绷不住，脑袋轰的一下炸开，为此还去采访了我打工地方的老板，然而老板直接把我夸了一顿。看完整个视频我呆住了，没想到自己居然还能遇见这种好事，真的有人不辞辛苦去采访帮自己洗白。下一刻宋大伟和我说他要去联系2个月评人朋友，分析过火这首歌歌唱者是在什么情绪下唱出来的。我则开始思考下一步的计划，现在凭借一首过火加上段鹏的偷拍视频，自己痴情种的人设已经立起来了，这个时候要是没人衬托一下，岂不是有点浪费时间？来到晚上5里屯一条街，我跟宋大伟站在了一家酒吧外面。宋哥录制的人找好了吗？放心吧，我找了4-5个呢，还有一个是抖手的大伟。一进来就有一名服务生领着我们到已经订好的卡路，而我的眼神却落在舞台上唱歌的歌手身上，一会我会上去唱歌，然后被偷拍发到抖手上去，这就是我的打算。刚坐下没多久，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就哈哈笑着走了过来，他和宋大伟做了一个熊抱后笑道，老宋，你可是有阵子没过来。宋大伟苦笑道，我什么情况你还不知道吗？说完拍了拍我的肩膀道，这是我新签下的艺人，燕京电视台的主持人。老板一脸惊奇地看着我2眼后哎呦一声，这不是楚云老师吗？您在抖手上的那首过火我可是听了又听，真不错呀。说完转过头一脸惊喜地看着宋大伟道，这就是你说今晚来我这试试
场的歌手。宋大伟点点头道：“我这小兄弟最近新写了一首歌，想来听听观众的反应。”胖老板哈哈笑道：“那可是我的荣幸。”下一刻就对着一旁的服务生道：“这桌免单，记我账上，就当我和楚云老师交个朋友。”说完就跟老宋拼起了酒，但好在还没有忘记正事，让一旁的服务生带着我去了后台。我今天什么也没带，那把吉他我还真就拿不出手。宋大伟说后台有现成的，来到后台休息室，服务生很快便从休息室拿了一把吉他出来，这是乐队的备用吉他，音色方面可能差一些。说完递给了我，我简单的弹了2个音质的确一般，但肯定比自己那个杂牌吉他强很多。这时舞台上一名20多岁的年轻人正唱着一首民谣，不知道是不是原唱，反正我是没有听过。台下观众反应也比较一般，好在没有骂街辱骂什么的，这要是换个摇滚的场子，现在可能已经撵人了。等他下去后，主持人简单的托付了2句后，一名打扮有些非主流的女生就走上了舞台，她唱歌明显强了不少，不管是节奏还是歌词唱功都不错。下一刻主持人则走到我身边道：“兄弟，下一个就该你上场了，不要紧张，就当台下的都是一堆大萝卜。”我冲着这名主持人笑了笑，心道：“这哥们还算不错。”主持人则微微一怔，看着我的脸，觉得有些眼熟，可是却怎么也想不起来。舞台上一首歌唱罢后，主持人再次上台到下面的这位歌手身份特别，我得帮忙托付2句：“唱得好歌的姐姐们多鼓励，唱得不好歌的姐姐们多担待。”主持人笑着从舞台下走去，我则背着吉他缓步走到了聚光灯下，轻轻拨弄起琴弦道：“我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，20多岁了还一事无成，女朋友跟人跑了，我就打击得不轻，内心软弱，光是一个女人就差点要了我的命。但我知道我不能这样下去，我的父母还在等着我成功，等着我为他们养老，所以我决定忘了他，从今天开始一切只向前看，向后转。”我给我自己写了一首歌叫《啊呀啊呀啊》，重新来交给未来的自己，送给屏幕前的朋友们，希望大家能喜欢。随着我说，我玩那一支闲听信步的吉他音也终于进入了歌曲的旋律。站在狂风的天台一望无际。当我第一句唱出来的时候，不少客人就全身一震。夏胖子眼神微眯，跟宋大伟碰了一下背后，笑道：“这么好的苗子，你可得握住，别又跟人家跑了。”宋大伟闻了一声，眼神看向周围的几桌，他雇的那几人早就拿出来手机拍摄，甚至还有一些客人也在录制。追寻空旷的自由，阳光铺满这一唱功只能说是一般，就像是之前夏胖子说的，连换气都做不好。但现在我的一首歌，却让现场那些观众听得心里都不是滋味，就连那几个嬉笑打闹的女人也是，他们是真的打闹还是掩饰什么，他们自己比谁都清楚。听到这里，夏胖子都有些坐不住，转头看向宋大伟道：“老宋这歌手，借哥们用几天行不行？来我这唱1个星期，绝对在无厘屯出名。”宋大伟则苦笑道：“兄弟，这哥们跟我签约的时候就说过，他的自由无法限制这件事，你得跟他说才行。不过我估计他不会同意，人家是燕京电视台的实习生，有正式工作的。”夏胖子一咬牙道：“我一首歌给他1000酒水花篮，提成我都不要，全都给他，就让他帮我唱1个星期，我看他同意不？”宋大伟想了想，这个没准还是可以的，但他没开口，毕竟他跟我认识的时间太短，猜不透我会不会答应。当我一首歌唱吧，特别是最后那句“未来的你会懂我的”疯狂唱完之后，酒吧内顿时响起了一片叫好声口哨声。站在舞台上，我抱着吉他，对台下观众鞠躬吼劲，直向着后台走去。主持人和下台的我相遇，笑着跟我碰了一下拳。而这个时候，几名刚才拍摄的人也纷纷将自己拍摄的内容发到了网上，其中就有那名粉丝很多的打，他发出去没到1分钟，点赞就过万，下方看完视频的则纷纷留言：“卧槽，这首歌有点内容啊，有个屁内容，听着半死不活，这是唱啊还是说呀？你懂个6，听歌词，这他妈简直写进来，情啊写个蛋，我怎么听不出来？你个刚11岁的小屁孩，懂个毛线？暑假作业写了吗？你就上网。我的妈，这不是楚云吗？崔七七的前男友啊，是那个渣男软饭男吗？楼上的说话请负责一点，你真了解他吗？就说他是渣男，你见过谁家渣男这样的？你见过谁家软饭男这么有才华的？就是之前记者都已经调查清楚，这是崔七七陷害人家在先的，然而意外发生了。刚唱完歌的我还不知自己已经快被宋大为卖了。